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巧糟咖，我是巧儿。秋天的季节呢，也是苹果的季节，所以上个月呢，我自己去采了很多颗苹果哦。那今天呢，想跟你分享经典的美式苹果派。这个苹果派呢，它的派皮非常的酥脆，充满层次。那个苹果烤完之后软嫩多汁，充满焦糖香、肉桂香，整个就是秋天的香气，搭配起来超好吃。那食谱的困难程度呢，属于中等偏简单，所以不用担心，跟着我做一定 OK 的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这个派皮的材料呢很简单，就只有面粉、水，然后奶油、糖跟盐。那做出非常酥脆有层次的派皮，关键呢就在于材料呢要是冰的，所以冰奶油跟冰水很重要。然后我们使用的是那个食物处理机。派皮的做法是沿用之前分享法式蘑菇咸派的配方，调整成甜的版本。先加入一半的面粉、砂糖、盐，全部的冰奶油。把奶油切得小小的，跟面粉混合，再加入剩下的面粉。面粉分2次加入呢，这样混合的比较均匀。倒入冰水，每个人的水量呢会有点波动，只要呢加到面团成团就好。像现在这个样子，加水呢就加到它可以成团，然后这样轻轻捏起来，它是呈现一团就可以。所以大家不要害怕派皮，其实比想象中简单很多。拿2张烘焙纸，把面团分成2份。厚度呢约是0.3、0.4公分。贝狗安静一点啦。这款派皮很有层次，它会有点像千层派皮，烤完会稍微膨胀，所以不要擀太厚哦。给大家看一下厚度。派皮啊，在冰的时候，我们要冰大概1个小时嘛。这时候我们就来做苹果派的内馅。那我发现呢，苹果派内馅的话，你可以尽量用不同品种的品种。当然，如果用就家里刚好都是同种苹果也 OK。只是不同品种的话呢，就是做出来的口感会比较丰富。因为苹果其实它有偏酸的，然后有些呢会偏脆的，然后有些呢会吃起来比较粉一点点。所以呢，我今天你看我会用3种不同的苹果，然后看起来你知道都长不太一样。如果没有这个去核器的话，就用刀子。只是我买这个我觉得蛮好用的。看，很利落的。今天呢，我的苹果派的大小啊，大概是将近6寸，所以我用到的几乎是3颗左右的苹果。那我食谱里面会写重量，因为苹果它大小差那么多，所以我跟你讲几颗，其实每个人家里苹果大小不一样，也没差，所以就是看重量。削皮。这次连苹果都是自己采的哦。那时候在苹果园的时候，我就想说想做苹果派，所以呢，我有特别采不同品种的苹果。跟苹果差很多，光是黄里面的果肉的颜色，然后大小，然后把它切成薄片，形状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，厚度差不多就好。
关键来了，就是我要先用糖呢稍微腌制一下苹果，然后苹果呢大概放个15分钟，其实10分钟开始它就会开始出水，然后到时候我们再把这个水先滤干，因为这样子呢，苹果先让它出水的话，在烤的时候，你派皮就比较不会变得很软烂，因为我们希望那个派皮维持它酥脆。那糖的部分呢，我今天用的是黑糖，因为我喜欢那种黑糖跟苹果搭配。如果家里没有黑糖的话呢，用一般的砂糖就可以了。大致翻一翻，让苹果接触到糖，然后它就会开始出水。黑糖的味道啊，就是比较会有一个不像白糖一样是很干净嘛，黑糖它是比较会有一些比较像炭香的味道。那我觉得跟苹果的还有肉桂的香气都很搭。好，那静置呢，大概20分钟。静置后，苹果出汁了，那先过滤。你看有这么多水，如果没有过滤的话呢，你的派皮底下就可能会软软的。来做内馅，今天呢会用到很多秋天风味的香料哦，有肉桂粉、一点肉豆蔻。玉米粉让内馅变浓稠，柠檬汁味道会很清爽。煮到小滚变浓稠就可以。肉桂苹果糖浆是这款苹果派的灵魂。你看这个颜色好像宝石一样，超美的。跟苹果薄片充分拌匀，放凉。取出冷藏的派皮，尽快操作，不要等待。派皮呢，在冰冰硬硬的状态下比较好操作。撒点粉，稍微擀一下，确认整体厚度平均。那我今天用的这个派盘呢是铝箔的，是因为我最后希望可以脱模。那当然你要用一般的派盘，像是玻璃啊、瓷器都可以。那我们现在来入模。那这个派皮呢，它奶油的含量呢算蛮高的，所以它蛮有延展性的。那今天这个苹果派啊，因为它里面的内馅的液体蛮多，所以在派皮这个入模的时候不要有破洞，如果有破洞的话，记得要把它补起来。多余的派皮先不要切掉，我们最后再来整理它。好，先冰个大概10分钟、15分钟。那一开始我们的派皮是分了2份，因为我们今天是要做双层的塔，一层呢是在下面，一层在上面，所以我们现在做上面的部分。上面的塔皮是最脆的。撒点粉。找一个差不多的盘子，然后你就大概知道说好，那我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直径，大概就好。然后剩下的塔皮呢，我们来做装饰。先看一下它的厚薄度，因为有些地方厚，有些地方薄嘛，所以我们可以稍微擀一下。那我们来填馅了。我的苹果派呢，虽然直径不大，走料好实在，佛心老板路线，内馅呢要堆到满出来为止。馅是超满的，然后它这个看起来这个
咖啡色的亮亮的这个汁啊，都一定要刮干净，用我们的精华，超好吃。然后在封顶之前呢，加一点点奶油。所以今天其实这个苹果派很清爽，是因为它奶油不太多，真的就是苹果的自己的苹果汁，然后加上一点点糖，就大概平均分配就好。好，那我们来盖派皮。重点来了，因为我们不希望烤的时候苹果汁流出来，所以这时候一定要封得非常的好，封紧。所以我会用上面这个去包住下面，把它形成一个完全密封的状态。然后为了确保它有封紧啊，我会再用叉子在这边按压把它密封。然后多出来的部分，我们再把它切掉。所以就算没有饼干装饰，做到这个阶段，刷完蛋液就可以烤喽，也很美。那剩下的菜皮呢，我们要来做很秋天的饼干装饰。所以这烘焙纸都不要浪费，这我们刚刚拿来做菜皮的，继续利用。那因为这个派皮啊，它蛮容易软的，所以我们在压饼干之前，为了让饼干的纹路蛮明显的，也可以叮个大概5到10分钟，让它变比较硬一点，也比较好操作。好，拿去叮。派皮冷藏或冷冻10分钟。那这段期间呢，预热烤箱210度。然后我有几个那个很秋天的饼干模。所以呢，我们就用它当装饰，然后用在派皮上面的装饰，然后额外呢做一个肉桂糖小饼干。这组饼干模具我好喜欢哦，因为压出来很可爱。那会把产品的连结放在影片下方叙述中，给你们参考。那现在呢，把我们的派皮涂上点蛋液。那这蛋液的话呢，会帮助它上色，然后以及待会我们要在上面粘上我们的饼干做装饰。还有撒糖。今天的这个糖呢，它是蔗糖，然后它的颗粒啊比较大。优点就是烤完之后呢，它会维持它那个糖一粒一粒很漂亮。然后亮亮的那个光泽，然后它会提供派皮吃起来有个脆脆的口感，这还蛮重要的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尽量能够买到这种糖。然后这个很像苹果树的苹果的叶子。摆叶子装饰的时候，尽量不要让它们悬空，而且是要附着塔皮本身比较好。这次我在摆的时候，就有1-2片摆太外面了，那烘烤的时候，它们2个就会摊在外面。然后中间再给它一个，因为很像苹果嘛，苹果的叶子，然后刷上一点蛋液，让它上色。为什么饼干上面没有撒糖？是因为我做的时候我发现啊，如果撒糖之后，它的饼干的纹路就没有那么明显了，所以后来就会选择就是只刷蛋液而已。哇，有点不想进炉，这样好漂亮哦。切大概4到5条缝隙，这个是为了苹果在烘烤的时候会有蒸汽，那让它可以挥发，这样子呢，派皮就不会破掉或者是太鼓这样子。好，那准备入炉吧。210度烤20分钟，有点上色后转180度烤40分钟。
烤到苹果内馅流出焦糖色的汁液之后就可以了。Hello， 贝狗。那苹果派在烤的时候，因为要烤将近1个小时嘛，所以这时间呢，我们就可以来做肉桂糖饼干，一举两得。那用这个派皮，这派皮本身就很好吃，而且很有层次，就吃起来跟一般饼干其实是一样的。然后我现在呢，刷一下蛋液，然后撒上肉桂糖，然后温度呢，刚好是现在的这个温度180度，所以我们苹果派出炉之后，马上送进去，饼干一起烤一烤。那肉桂糖呢，就是一般的糖加入一点肉桂粉。那肉桂粉比例其实就看你个人，喜欢吃肉桂的人就多加一点。那大概从1/2小匙到1小时都可以。好，准备出炉。交换，进入我们的饼干。饼干用180度烤18分钟左右，如果有旋风模式的话，可以开旋风。饼干也好了，然后你看它的那个层次啊，非常的明显，然后烤到背后最好有点上色，你看它整个很像千层派皮的感觉。好，放凉。一举两得，经典美式苹果派、肉桂糖饼干一起出炉。用这个方式做出来的派皮非常有层次哦，很像千层派皮的感觉。我们家人口少，苹果派呢我做的比较迷你一点，这个尺寸4个人吃刚刚好。派出炉之后非常烫，所以至少要等20分钟之后才能脱模或是切片。那这次选用铝箔模具，就可以让我完整的脱模。我个人觉得方便切，然后切的时候也比较干净整齐。当然也可以用一般的陶瓷或者是玻璃派盘来做这个配方。哒哒，烤了1个小时，慢慢的把苹果烤透，烤出充满秋天香气的焦糖肉桂苹果馅。热热的苹果派配上冰冰的冰淇淋 ，Oh my god！ 酥酥的派皮，湿润的苹果内馅，整体搭配起来太好吃了，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苹果派。肉桂糖小饼干也很赞哦，超酥。每年秋天我都想说一定要来烤个苹果派，今年呢终于实现这个梦想了，代表秋季的甜点美式苹果派。我是巧儿，在这边谢谢你的支持。因为装潢的关系停更了一阵子，有收到很多巧手的关心，很感动，我也很想你们。现在呢慢慢恢复拍片的节奏了，我们下次见咯，Ciao。